敢相信，一场雷暴让山西所有的医院人满为患，鼻炎患者的天塌了。有网友表示窒息的快，喘不上气。昨天晚上我亲身经历医院的急诊科，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可怕的场景。满大厅全是喘不上气的小孩，一个个小脸憋得通红，有的才1岁多。昨晚一声暴雷之后，太原不同区域出现了大雨甚至冰雹的现象，天上出现了很多闪电。孩子说：“妈妈，我看到了跟树杈一样的闪电。”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近期中国多地的大规模人群都患上了雷暴哮喘，并且还出现了呼吸困难，甚至是喘不上气的症状。9月8号晚间，山西省太原市下了一场雷雨，随后呢，整个太原的医院都是挤满了患者。太可怕了！雷暴突袭太原，短短几个小时，医院急诊被挤爆。9月8日21时左右，山西太原遭遇雷雨天气，闪电持续10几分钟，并伴随短时大风和降雨。而后的数小时内，当地咳嗽和哮喘患者激增，太原多家医院出现排队就医情况，这就是典型的雷暴哮喘。9月8号晚间到9月9号凌晨，儿童医院排起了长队，都是家长带着突然咳嗽、哮喘的孩子前来就医的。今天山西所有的医院爆满，是所有的医院，全是孩子们，整个学校住宿的整个班都来了。对此呢，网友们纷纷抛出了扎心的评论，又是哪个专家研究的雷暴？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山西省太原市向女士向陆媒的黄河电视台表示，昨天晚上就是打完雷之后，雨快停的时候，我老公就突然猛烈的咳嗽，就后来就发展到有些喘不上气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就赶往这个山西的那个白求恩医院。当时到急诊就发现特别多带口罩的患者在排队，然后就随机问了一个排队的患者，结果都说是来看咳嗽的。我们后来回来的途中遇到的滴滴师傅也都在聊，说昨天晚上他已经载了3波客人到医院了，都是因为猛烈咳嗽喘不上气来医院求诊的。在山西的某医院，几个小时内就接诊了400多名雷暴哮喘患者。那么有医生表示呢，昨晚太原的雷阵雨，从急诊在晚上10点到凌晨的4点钟，看了80个病人，基本上呢全都是鼻炎哮喘，要炸了。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家里人有没有出现短暂的呼吸困难或者是哮喘的症状？昨天晚上儿童医院人满满的，这就是雷暴哮喘，它是指在雷雨天气之后短时间内出现的呼吸困难、哮喘、鼻炎、过敏等症状。影响的人群是患有过敏性鼻炎或者哮喘的人群，甚至没有出现过以上症状的人也会有所波及。有深圳医生指出，雷暴哮喘呢，是由于雷暴天气导致的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急性发作。雷暴前的强气流会把花粉卷到天上，那么云层里的高温高湿会让花粉膨胀，再被闪电呢劈成超小颗粒，这些颗粒比头发丝还细，能直接绕过鼻毛，钻进孩子的气管里。数据显示，36%到56%发作的娃之前根本没确诊过哮喘。有网友表示，在9月8号晚间的雷雨过后，山西太原过敏性鼻炎在延迟了5到7天后将爆发。雷暴哮喘作为突发性的、可危及生命的特殊哮喘类型，在雷雨天或是紧随其后爆发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或是加重，常表现为突发气促、喘息、胸闷，甚至诱发患者首次出现哮喘症状。那么雷暴哮喘呢，也传染到了多个的省份，宁夏与内蒙古等地的医院也是人满为患。根据陆媒《宁夏日报》报道表示，9月11号，宁夏省银川市出现大量雷暴哮喘患者。那么很多呼吸道患者呢，都到医院来就诊，很多人反映自己出现了咳嗽和胸闷等症状。
截止到9月12号，单是宁夏人民医院的患者就已经超过了上千人。引发剧烈咳嗽，差点喘不上气，我的心都揪到这个嗓子眼了。医生说这是雷暴哮喘，这不是普通的过敏。宁夏的朋友们，请一定听我一句劝：雷暴天你加超高浓度的蒿草花粉，会炸裂成更小的颗粒，直接冲进你的肺部。这不再是打喷嚏、流眼泪，这是要命的急性哮喘。医院里因为这事已经失去了2位。那么有网友披露呢，雷暴哮喘真的会要人命的。老师打电话去接孩子，接上孩子送2门诊。2门诊是一个女子，才30多岁，因为雷暴哮喘走了，没救过来。那么也有网友直言呢，此时此刻的医院像极了疫情的时候，鼻炎引起的哮喘、呼吸困难，医院是人挤人。而更为严重的是，有疾控专家建议民众如果要外出，最好要佩戴 N95 口罩。发好，急症没有办法吗？有宁夏省平罗县网友发视频指出，9月8号晚上11点20分左右，平罗响了几声雷声，就出现了大量的儿童哮喘，医院排队就诊的人数非常的多。宁夏有个男生几乎是很少感冒的，他与妈妈也被传染了。比不过来，咋的啥？这都是感冒也说把我也传染了，咳嗽的。你长这么大都没有感冒过的？啥症状？啥有种咳嗽症啥？我嗓子痒，脾气不好，这都是肯定严重嘛。我这么多年没感冒过，是得了感冒1个小时。都不管用，嗓子肿了，这里头就是呼吸上也困难，感觉好像气憋着出不来的那种感觉。有宁夏银川的网友发视频表示，银川现在是怎么了？一场雨，人们全部都哮喘了，医院是人满为患，来了全部先做雾化，光是排队就400多人，护士说是雷暴哮喘。这是宁夏省一家医院病房里的场景。有拍视频的网友表示，夏天只要是一刮风下雨，医院立刻是人满为患，都是这一号的病人，就像是急性的哮喘。这个蒿草粉过敏真厉害，直接上不来气，能把人活活给憋死。雷暴哮喘让人呼吸困难是真的，但是否是花草粉引发的还不好说，因为中共一贯隐瞒实情。有陕西省榆林市网友发视频表示，到医院排队实在是等不起了，幸亏诊所还可以雾化，榆林雷暴天气把娃都给害苦了。那么河北省呢，也出现了雷暴哮喘。石家庄河北省儿童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石家庄市第2医院等急诊和呼吸科门诊也是人山人海，患者症状也是咳嗽不止、呼吸困难。雷暴哮喘突袭廊坊，关的家人们雷雨天气记得戴口罩。听说最近2、3天还是有雨，廊坊前2天晚上的那场雷雨天气，半夜廊坊市内2家大医院急诊科人满为患，患者大多数呼吸困难、咳嗽。这个病呢，学名叫雷暴哮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河南省在经历暴雨以后，也有很多儿童出现了雷暴哮喘症状。这是拍摄于9月13号河南3岁儿童在暴雨过后哮喘的视频。而内蒙古多地医院也出现了很多雷暴哮喘的患者。昨天暴头的雷暴天气不仅带来了强降雨，更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雷暴哮喘袭击，许多人出现了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急诊排起了长队。2025年9月12号，有网友发帖文说，我以前也没见过，这次是惊呆了。我上层领导、我家孩子同学、我们工厂的员工，还有我今天去孩子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老板，都是昨天那场雷雨引发了哮喘。要不是身边有这么多人，我都是不敢相信。
那么也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呢，内蒙古锡林浩特雷暴哮喘频发，凌晨时间医院急诊患者爆满，有市民说一下雨就憋气咳喘。一名男生因为鼻炎也导致出现雷暴哮喘的症状。我出来买哮喘药，吃的那个药片不好使，然后打算出来买那个喷雾尝试一下，然后逛了一个药店，大概是7、8个单子，然后刚才2辆救护车从我身边过去了。现在是凌晨5点54，买了这个喷的药稍微好一点，然后也吃了这个药，眼睛痒痒，鼻子不通气儿，然后嗓子稍微好一点。有网友留言说：“你买的是什么喷雾？我在北京也这样，跟你症状一样。”9月10号，地处北京的路媒女主持人姚淼发视频说：“北京突然下了大的雷雨嘛，然后就这个雷暴雨之后，我整个人就不好了。从昨天夜里我3点多突然醒了，就感觉到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嗓子这里是有声音的，然后鼻子不通气，好像就你吸进来的气儿深入不进去，就感觉是哮喘。又看到说这个晚上好多人就像我一样爆发了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据说是医院也是挤满了人。”对此，网友们纷纷回复说：“今天下午突然一下，往年从来没有过的哮喘，今年开始了，就连鼻炎也比往年提前了严重了。”有人质疑说，宁夏吴忠的大概是3、4个小时前坐家看电视，突然间就呼吸困难，大家居然也是那个时间段吗？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小时候那个打雷暴雨如注的比现在可厉害多了，为什么以前都没有这些症状？那么也有人后怕地说，差点走了我。9月9号，石家庄也是哮喘去医院了，做的雾化，别的我啥也没整，我爸说话都不利索了，气都喘不上来，打了2针都没有用。网友表示，今年情况非常的严重，下午突然间胸闷的喘不过气来，找了10几家药店买不上药，以前也没这么严重，3点开始咳嗽，吸气感觉气短，今年好严重呀。更可怕的是，表面看来中共官方与医生都说这个所谓的雷暴哮喘是因为花粉引起的，但这个病十分危险。看来呢，这次雷暴哮喘确实是不同以往。不过呢，对于专家所说的该病是花粉、草粉引发的说法呢，有人却并不认同。雷暴哮喘是蒿草的问题吗？蒿草存在这么久了，为何偏偏今年引起大规模的过敏呢？解释不了就研发一个新的名称，随便丢给一个无法反抗的植物背锅，这样子做法也是挺草率的啊。2025年9月10号，中共喉舌新京报引述专家的话说，雷暴哮喘比普通哮喘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引发致死性的哮喘发作，还提示民众要随时携带急救的药物。中国民间质疑是否又出现了新的病毒。中共常说要取信于民，但中共习惯性的掩盖突发性的事件，一次次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都不敢相信中共的话了。因此呢，有不少人怀疑这个突然间出现的雷暴哮喘背后是否又隐藏着什么。这足以说明中国百姓对中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